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结婚7周年，老公牵着我家保姆女儿的手，告诉我她怀孕了，孩子是她的。她脸上带着愧疚，但并不多。我们离婚吧。芊芊怀孕了，她刚大学毕业，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我不能让别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，必须要给她一个名分。我扇了女孩一个巴掌，怒问：为什么呢？天下那么多男人。女孩涨红了脸，声音却毫不畏缩：姐姐，你家资助我多年，我很感激，但是爱情是自私的，我不能因为感激你就放弃自己的爱情。更何况你和燕辉哥结婚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孩子，他这么大的家业总不能无人继承吧？我冷笑出声。既然他这么喜欢捡垃圾，我当然选择成全他们。只是这家业，他腹中的孩子恐怕还没这个资格来继承。宋燕辉向我提出离婚时，我刚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。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本打算和他度过甜蜜二人世界，我还醒了一瓶珍藏多年的红酒。没想到孙芊芊居然在晚饭时拎着一个蛋糕来了，说是来祝贺我们结婚纪念日。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很热情招呼了她。刚把最后一盘菜端上桌，坐在对面的宋燕辉沉声开了口：你别忙活了，坐下来吧，我有事情和你说。他的表情很是认真。孙芊芊紧挨着宋燕辉位置而坐，嘴唇粉红，微微肿起，脸颊一抹酡红，双手不停摆弄着面前的瓷勺，氛围有些奇怪。似乎我在厨房忙碌的这段时间，他们发生过些什么。我抽了张厨房纸巾擦了擦手，解下身上的围裙，打趣道：这么严肃，搞得好像纪委找我谈心一样。宋燕辉的脸上闪过一抹不自在，但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。是这样的，他轻咳了一声，似乎有些难以启齿。顿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又道：沈星，我们离婚吧。我懵了一下，随即下意识回道：说什么呢？有外人在呢，也不怕人家笑话，心里有些责怪他开玩笑不分场合。我的反应让宋燕辉的脸色有些难堪，他眼角余光看向身旁满脸紧张的孙芊芊，又轻咳了一声后，冲我缓缓说道：我知道此时提离婚对你来说很突然，这段时间我也痛苦挣扎了好久，但我不想再隐瞒下去。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向我坦白：我和芊芊在一起了。脑海中犹如惊雷炸响。你和谁？我的声音因震惊而瞬间拔高。孙芊芊是过去我家保姆的女儿，他妈在我家干了10几年保姆，赚钱给卧病在床的老公看病。小时候的孙芊芊整天脏兮兮，瘦瘦小小的，我爸妈看着她可怜，从她小学就开始资助。直到前几年，我爸工厂倒闭，他妈从我们家离开。那时孙芊芊读大一，我爸厂子倒了，还欠下不少外债，是我接着资助到她大学毕业。在我印象里，孙芊芊是个比我小6、7岁的乖巧小女孩，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从没想过她和宋燕辉会有交集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二人，宋燕辉却好似下定某种决心。他索性直接牵起身侧孙芊芊的手，两个人双手十指紧扣。他对我说：芊芊上周检查出怀孕了，孩子是我的，大概是信息量太大，我一时竟不知该做何种反应。宋燕辉有些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他接着道：我知道这对你很残忍，但我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是私生子身份。咱俩结婚7年，你也没有怀上一儿半女，我妈整天催，我的压力也很大。
还有，芊芊才23岁，我大她7岁，她是放弃大好前程，选择和我这个有妇之夫在一起。我不能辜负她，也不能让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。我恳求你能放手，成全我和芊芊。离婚时，我会在财产分割上尽可能补偿你。他的话像柄利剑，将我心脏扎了个对穿。婚后这些年，我们一直避孕，原因是之前一直处于事业发展期，加上后来我爸的工厂又遭遇危机，破产倒闭，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这才被耽搁。他也清楚知道这些过程。今晚我本打算趁机和他说要孩子的事情，可没想到他先给了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事实证明，人在极度无语和愤怒下，反而是会笑的，是吗？那你准备分我多少财产呢？家里的公司是我和他一起打拼起来的。我脸上挂着笑，指甲却已经狠狠掐入掌心。宋彦辉刚想开口，孙芊芊一把扯住他的衣角，打断他的话，生怕他一时冲动说出分我太多财产之类的话。他带着哭腔说道：彦辉哥，你为什么事前不和我商量一下，就突然和姐姐坦白我们的关系？你这样做，让我看起来就像个插足你们婚姻的卑鄙小三。我再次被气笑了，有些好奇在他那里是如何定义自己身份的。难道他也认为不被爱的那个才是小三？这么看来，我家资助他读书这些年，真的读进狗肚子里去了。孙芊芊从椅子上站起身，走到我身旁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怎么和你解释，你都不会原谅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要怪就怪我，是我情不自禁爱上了彦辉哥，这事和他没有关系。他抽抽噎噎，泪水从眼眶涌出，眼睛红红的，像个受了惊的小兔子。我看着跪在我面前，眼中含泪却带着得意挑衅眼神的女孩，抬手一个耳光狠狠扇了过去。打她，是我对她极度失望。我嘶哑着嗓子问他，为什么呢？世上男人千千万。孙芊芊瞬间涨红了脸，声音却毫不畏缩。姐姐，你们家资助我多年，我很感激，但是爱情是自私的，我不能因为感激就放弃自己的爱情。更何况，你和彦辉哥结婚这么多年都生不出孩子，他这么大的家业总不能无人继承吧？我被他的话气到浑身发抖，想抬手再甩他一个巴掌。宋彦辉快步拦在孙芊芊前面，硬生生接下那一记耳光。他将女孩护在身后，拉开与我的距离。沈星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都冲我来，你别怪芊芊，她是无辜的。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，我忍不住嗤笑嘲讽，她是无辜的，那意思是你墙上的她？就这样，她还不报警，居然还愿意给你生孩子，那你们还真是够配的。渣男贱女！孙芊芊的脸色由红转白，苍白的嘴唇都在颤抖。宋彦辉的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。沈星，为你自己积点口德吧，说话别这么恶毒。芊芊她单纯善良，和你根本不是一类人。为了拿订单，你和生意场的那些男人喝到烂醉如泥，被人家勾肩搂腰，还不知道有没有做更过分的。论贱，谁能比你贱？他眼里淬了毒，将藏在心底的话脱口而出。我的大脑嗡的一声，浑身的血液都冲到头顶，怒火让我失去理智。我拿起桌上的玻璃杯，向宋彦辉狠狠砸去。杯子擦过他的眉骨，掉落在地，玻璃破碎的声音在此时寂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。那些带刺的玻璃渣一粒粒扎进我心里，如万箭穿心。
宋彦辉，你他妈混蛋！宋彦辉脸色苍白一瞬，他自知失言，想开口再说些什么。我将桌子上的饭菜一股脑丢向他们。滚！你们都给我滚！我歇斯底里。宋彦辉的眉骨渗出血迹，他看着我发疯，一脸惶恐和愤怒。孙芊芊躲在他身后，有些吓傻了，只紧张捂着肚子。宋彦辉目眦欲裂，疯子，你简直是个疯子！我真不知道的，当初到底看上你哪一点？芊芊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泼妇。宋彦辉拉起孙芊芊的手，怒冲冲摔门而去。巨大的关门声如同重锤一般落在我的心上，砸得我喘不过气。片刻后，房间恢复寂静，静得压抑沉闷，像一张无形的巨口将我吞噬。我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，双腿一软，跌坐在椅子上。我很想哭，可酸涩的眼眶根本流不出眼泪，大脑一片混沌。曾经深情款款的丈夫，一朝私下伪善，真正的面目竟如此恶心。我家资助10几年的女孩，口口声声叫着我姐姐，说她对我感激不尽的话语，可背后却早已和我的丈夫滚在一起。想起他们十指相扣的双手，我胃里一阵翻涌，几欲呕吐。我想发泄，想怒吼，可喉咙却像被堵住，发不出一丝声音。心紧紧揪成一团，连牙关都在打着战。最终，我还是看错了人。曾一起熬过无数艰难的日夜，陪着他从一无所有走到今日璀璨辉煌。那些在简陋办公室忙碌的身影，那些为了节省支出，自己一股脑把工作揽在手里的画面，还历历在目。可如今，他却牵着另一个女人的手，告诉我她怀孕了。心在痛，四肢百骸也在痛。我们结婚时，公司刚刚起步，对外根本没有竞争优势，市场都需要自己跑。我家虽然有个小工厂，但是做服装外贸出口，和我们创业的软件行业没有任何交集。我爸的人脉也不可能接触到这个行业。宋彦辉是那种骨子里就自视清高的人，根本拉不下脸面去谈生意。所以我选择了跑市场，宋彦辉负责技术和维护。那几年，为了公司业务，我经常需要出去应酬。有时候，那些不怀好意的客户，为了故意为难我，会让我喝光面前的白酒。可我酒量很好，甚至比大多数男人酒量都要好。生意场上，大家基本都会互相尊重，但总会遇到有一些借着醉酒名义想占女人便宜的垃圾。偶尔我觉得委屈，会和宋彦辉吐槽一两句，他听后心疼得红了眼，抱住我说他这一辈子都不会辜负我。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曾经委屈时说的那些话，回旋镖最终砸到我自己身上。空气弥漫着饭菜的味道，浓稠的菜汤蜿蜒流到我脚边。我没有动。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打断我的思绪，看了眼来电显示是婆婆。铃声断了又响，来回3次。我无奈滑到接听，听筒传来婆婆略带愠怒的声音：“沈星，你怎么回事？半天都没有接电话，有事吗？”我有气无力。明天是你爸需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的日子，你别忘记了，记得早点过来。语气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，带着颐指气使的意味。公公2年前做了脑肿瘤切除手术，他神经功能受损，左侧半身肢体活动受限，说话也口齿不清。现在每周都需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。除了一开始宋彦辉陪他爸去过2次医院，后面2年基本都是我在照顾处理。婆婆只知道打麻将、跳广场舞，
找了几个护工，都因为他太苛刻，人家干了一段时间就离职了。最后不得不是我亲自照顾接送，每周2次医院康复，每周3次中医诊所推拿针灸。他的身体一点点在好转，短距离内路程已经可以脱离拐杖独立行走。明天没空，我和朋友约了下午茶，我直接拒绝。婆婆怒了，喝下午茶能有陪你爸去医院康复重要吗？你这个儿媳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婆婆从前并不会这样，甚至还会小心翼翼讨好我。但自从3年前我爸的工厂破产倒闭，他大概是觉得我娘家再也不能指望得上，反而现在要养着他儿子鼻息生活，态度渐渐蛮横起来。见我半天没回应，电话那头的女人声音更大了。我不管你明天有什么事，都全部推掉，先带你爸去复健，其他的事你回来后再处理。他态度可以用强硬来形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怒声道：别一口一个你爸，我父亲姓沈，不姓宋。从法律角度来讲，只有宋彦辉才对你们有赡养义务，我和你们顶多就是亲戚关系，这还是在我和宋彦辉婚姻存续期内的情况下。如果我和他离婚，你以为你们在我这里是什么东西？婆婆被噎住了，她声音气到颤抖，撂下一句：沈星，你给我等着。这是我和你没完。之后便怒气冲冲挂断了电话，把电话调到关机。我守着满地的狼藉坐了整整1夜，想想也真是讽刺，本是打算和丈夫庆祝携手走过7年婚姻，没想到却成为我们婚变的背景板。天亮的时候，我打电话叫了物业的保洁服务，又去卫生间洗漱收拾下，换了条裙子，刚准备出门回我爸妈家，宋彦辉回来了。他进门就冲着我狂怒：沈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教养？我妈是长辈，你怎么能用那么难听的话骂她？我脑子转了一圈，完全不记得骂他妈什么难听的话。我没工夫看他发疯，径直走去玄关处拿我的包和车钥匙。他伸手拦住我：你现在和我一起去给我妈道歉。我一把推开他的手：有病！然后从鞋柜中拿出我的高跟鞋。宋彦辉却不依不饶，他紧紧握住我的胳膊道：沈星，离婚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，你不该迁怒到我爸妈身上，他们一直拿你们当亲女儿看待，现在跟我去爸妈家，向他们诚挚道歉，拿我当牛马使唤，居然还说当我亲女儿看待。他家对待女儿原来就是这般，怒火几乎就要喷薄而出。我拿起一只高跟鞋，用细鞋跟对准他的脑门。我数到3，你他妈给我放手！1字还未出口，在我高高抬起手臂准备狠狠砸向他时，宋彦辉一把甩开我的手臂，躲开了。宋彦辉惊魂未定地看着我，嘴里怒骂：你疯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样的泼妇，我要和你离婚。我收敛了表情，一字一句道：离婚可以，我要70的财产。那不可能，宋彦辉回答的斩钉截铁：你凭什么分走70？看在我对你亏欠的份上，我顶多分你1半财产，你接受就接受，不接受大不了我们打官司。我冷冷看着这个面目可憎的男人，合着分我1半财产已经是他在让步了。可以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说完，我拿起包和钥匙，摔门而出。我开车回了爸妈家，可是到家后才发现爸妈都不在。最近总有忙不完的事情，我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过来爸妈这边了。给我爸打电话才知，我妈生病住院了，是流感导致的肺炎。他们怕我担心，所以就一直没告诉我。
我开车慌慌张张赶去医院，没想到在医院停车场遇见了前来复健的公公和婆婆。公公歪着头坐在轮椅上，看见我的时候，表情居然有些恨恨的，似乎是想骂我一顿的模样。我有些无语。这老头，我辛辛苦苦照顾2年多，一周5天都是带他奔波于医院和中医诊所之间，他老婆儿子根本不管他。如今我不过就一次没带他来医院而已，这就怨恨上我了。果然，一个家里出不来2种人，都是一群白眼狼。婆婆看见我，环抱起手臂，轻嗤一声：“怎么样？现在知道怕了，赶过来给我道歉。你如果能跪下来求我，说你错了，我和燕辉他爸兴许还能原谅你，否则你就别想再进我们宋家的大门，搞得好像我很稀罕进他们家大门一样。”我神情淡淡，翻了个白眼，回了句：“你脑子如果有病，就趁着今天来医院就去看看，别在这里惹人笑话。”我头也不回，走向住院部电梯处。婆婆破防了，身后传来她的大声谩骂。没过几分钟，宋燕辉打来电话，我直接把号码拉黑，想也不用想，肯定是他妈又去找他告状了。我没心情听他絮絮叨叨。从前他是我丈夫，看在我们的夫妻情分上，我能容忍他爸妈。如今他在我里只是个出了轨的渣男，竟然还觉得我会向他爸妈服软。电梯直达12楼，到了我妈所住病房。看见我妈，我鼻子一酸：“妈，你生病怎么不告诉我？你这样让我心里多难受啊！”我妈笑笑，拍拍我的手：“告诉你，除了让你多一份担心，还有什么用？这边医疗条件很好，我的肺炎又不严重，挂了几天水就好了。”我的眼泪控制不住涌了出来。怎么会不严重？他明明都瘦了一大圈，人也看起来很憔悴，我爸也胡子拉碴，肯定不是简单肺炎的事。借口去医院楼下买点东西，我走出了病房，直接去了医生办公室。问过医生后才知，我妈是因肺部查出有个不规则大块息肉住院，手术将息肉取出，组织送检后确诊是早期肺癌。医生让我不要太担心，后续治疗都已经安排上，让他保持良好心态，营养跟上，这样有助于后续治疗。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，我蹲在楼梯间哭了很久。作为女儿，我居然连我妈生了病都不知道。她手术住院，也只有我爸陪在身边。可我在那个家里，却像个老妈子一样照顾宋燕辉他爸。7年婚姻，我到底得到了什么？擦干眼泪，回到病房，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往后的几天，我都陪在医院。我妈催我几次，让我尽快回家，说她有我爸照顾就够了。我懂她的意思，毕竟我嫁人了，天天不归家，怕宋燕辉会不开心。此时我还不想告诉爸妈我准备离婚的事，只说家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也不需要我操心，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他身体照顾好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宋燕辉居然会带着孙芊芊找到我妈的病房。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打听到我妈住的病房号。当他们2个手挽着手进入我妈病房时，我呆住了，我妈更是错愕。宋燕辉慌忙想抽回自己的手，可被孙芊芊双手死死拽住。我低声冲宋燕辉怒吼，推着他们往外走。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去说，不要来医院打扰我妈。孙芊芊挑衅看向我，离婚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为什么非要回家去说？我一个未婚的都不怕，姐姐你又怕什么？她故意提高了声音。我再次压低声音怒吼：宋燕辉，带你的女人给我滚出去！
否则我报警了。孙芊芊不依不饶，我来这里只想问你一件事，你要拿走燕辉哥婚内70%的财产，凭什么？公司都是燕辉哥在管理，你不过就是个家庭主妇，你吃的穿的哪一样不是燕辉哥赚的钱？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分走那么多财产？你不过是看他老实好欺负。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我就不可能让你得逞。他一脸的气势汹汹，怒不可遏，像是一个正式原配来质问抢她丈夫财产的小三。病房里传来我妈激动的声音：星星，你要和燕辉离婚吗？我小声恳求。宋燕辉，孙芊芊，我妈刚刚做过手术，不能受到刺激，我们去外面谈好吗？就在这时，我爸大步从病房走了出来，他冷眼看着撕扯在一起的三人，瞬间明白了一切。他目光凌厉，扫向孙芊芊。孙芊芊不由自主瑟缩了下，快速分开了扯在我衣服上的双手。我爸满眼失望和寒心，毕竟孙芊芊是我家资助了10几年的人，如今她却成为插足我婚姻的第三者。我爸声音冷若冰霜：你爸妈就是这样教你做人的？忘恩负义，不顾廉耻。孙芊芊身子抖了抖，对上我爸的目光，顿时羞愧得满脸通红。他小声狡辩着：叔叔，感情的事情又不能勉强，我和燕辉哥是两情相悦，我又没有什么错。至于你之前资助我的那些钱，大不了到时候我全部还给你就是了。我爸哼哼冷笑了2声，并没有再理他，而是转头看向我：你准备怎么办？他声音虽冷，眼里却满是心疼。我苦笑一声，他外面的女人都怀孕打到我脸上了，我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离婚了。我爸又问：那财产你们准备如何分配？我说：我打算要70%婚内财产。我爸点了点头，合情合理。本来那个公司的启动资金就是我出的，分给他30%都算施舍了。孙芊芊又叫出声：凭什么？那是燕辉哥的公司，你们凭什么拿70%？我爸又一个眼神刀过去，他不甘心闭了嘴，但还是嘟嘟囔囔的。我爸抬起手掌，一耳光狠狠掌乖在他脸上。畜生不如的东西！这一巴掌是我替你妈教训你的，她既然不懂如何管教女儿，我来替她管。孙芊芊惊恐僵在原地，宋燕辉立马上前把孙芊芊拉至身后。爸，有话好好说，你打人算什么？他虽是质问的语气，但是声音小得像蚊子。他对我爸多多少少存着些惧怕和尊敬。曾几何时，他为了娶我，在我爸面前卑躬屈膝，处处讨好。后来我和他婚后，我爸拿出300万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，当时他恨不得跪在地上给我爸磕头。我爸声音带着不容辩驳的威压：宋燕辉，念在你和我女儿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，你拿30%财产滚蛋，否则我就算倾尽我现在仅剩的所有家产，也要让你永无安宁之日。你知道，我说得到就能做得到，大不了我和你鱼死网破，也绝不能任你欺负我女儿。我眼眶一热，泪水在眼眶打转。宋燕辉脸色灰白，最终还是咬着牙点了点头。他自然知道我爸话背后的含义。我爸又道：最迟明日把离婚协议书送过来，你要是敢在合同里玩什么花样，我会让你好看。顿了顿，他又道：对了，刚才姓孙的说要把我曾经资助的费用全部归还，我也会在明日给他一份详细明细。幸好这笔账我有保存。孙芊芊的身子晃了晃，差点站不住。宋燕辉及时将他扶住，这才算没有倒下。1个月后，我和宋燕辉领了离婚证。按照离婚协议书的内容，
我们做了财产分割。宋彦辉想要公司，和我商量，用他手里所有资产和我换公司股份。我当然同意，我只要拿到属于我的那70即可。于是他东拼西凑，又借了1000多万，才把我应得的那份转给我。此时已经距离我们离婚过去3个多月。宋彦辉暂时租了一套回迁房，等着他公司的盈利再翻身。我用离婚分得钱，拿出一部分重新买了套别墅。本以为和宋彦辉离婚后，我会经历一段痛苦的过渡期，但是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连悲伤的时间都没有。我带着爸妈去旅游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又布置别墅，种花种草，感觉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。时光匆匆，一晃过了大半年。年底的时候，孙芊芊生了一对龙凤胎。这是我并没有刻意去打听。宋彦辉大摆宴席，还在他们住的小区门口的广场上连办2天晚会，请了舞狮团队和网红来助阵。小半个城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在我心底没有掀起任何波澜，因为我正在筹备开公司。和我爸商量一番，我决定重拾他的老本行，开一家保暖内衣厂，另外还有瑜伽服，这样4季都可以销售。这次我们以国内市场为主，爸爸有几10年的工厂管理经验和生产服装的经验，我聘他为我的生产顾问，又行业内高薪挖了2位年轻有实力的设计师搭建销售团队，分别负责电商和线下。线下销售主要去跑市场、商超等合作，电商前期主要是供货给主播或者其他电商公司，我们不做零售，主做批发或代发。大概是因为轻车熟路，服装厂运行顺顺利利。虽然不像之前宋彦辉的软件公司，每单可能几10万甚至上百万，但是衣食住行是生活必须，只要运营好，属于细水长流。又到1年冬天，我家保暖内衣在多网红的推荐下，突然销量骤增，电商店铺不断增加新订单，工人3班倒，缝纫机踩到冒烟。快过年时，朋友来我厂里选保暖套装，准备春节送给家里各位长辈。选好后，他在我办公室和我一起喝功夫茶。闲聊时，他提起宋彦辉他爸前2天去世了。他说：“我和你说，宋彦辉他爸前天刚死了，那屋子都臭死人了。”我有些震惊。虽说他爸脑神经受了损伤，行动不便，但是身体还算挺好的，怎么会这么短时间就去世了？朋友说，听说浑身的褥疮都烂了，活活疼死的。宋彦辉把他爸扔在家里不管不问，把他妈接去照顾那个孙芊芊和双胞胎。他妈每周回家1次，做好1周饭放冰箱，让他爸自己在家热着吃。起初他爸还能动，后来听说下不了床，饿得天天在家里叫唤，后来突然不叫了。隔壁邻居担心出了事，报了警，结果警察过去时，人已经死，屋子里臭气熏天，这确实有点惨。我惊呆了。朋友又说，还没完呢，更离谱的是，老头还没下葬，宋彦辉他妈就找好下家了。他早盼着老头死了，外面前2年就有了相好的。我回想起曾经宋彦辉他爸生病那2年，他妈确实不闻不问，也从不关心他的病情，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早出晚归。可能从那时候就外面已经有了人。我猜宋彦辉就是随了他妈吧。这件事我只听听，并没有放心上。毕竟前夫一家是死是活，和我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又过了2个月，
宋燕辉来找我，工厂门卫不认识他，他说是来看货的，在大门口做了登记就进来了。他找到我的办公室，彼时我正在和设计师讨论春夏新款瑜伽服的设计，看见他在办公室门口探头探脑、鬼鬼祟祟的样子，我怒斥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宋燕辉立马堆上讨好的笑。我让设计师回去再修改下，晚点我再找他。宋燕辉把设计师送到门口，然后关上了门。我冷冷看着他，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，如今面容灰败，衣服皱皱巴巴。沈星，这次我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帮个忙。我依然没有任何声音。他尴尬笑了笑，自顾自道：“我公司遇到点困难，有几个大单子下个月到期也不再续约了，他们找了别的软件公司，你能不能去帮我找他们谈谈？我可以再降价10个点，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。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谈，这事和我有什么相干？”我讥讽。他表情浮上懊悔，去年我得罪了其中2家负责人，这2年市场行情不好，他们本来和我谈让我降10服务费，被我直接否了。今年合同到期，他们2家都不再续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后面几家大订单也全都到期，不再续约。我不知道会这样，早知道我就让那10个点了。这些客户都是你之前谈的，你能不能帮我去和他们说说？我现在同意降价了，你放心，事成之后我一定少不了给你的那一份，简直是蠢货。这2年，好多软件公司服务商都主动降价。他的软件公司并不是像国际软件公司，很多系统不可替代，他到底在骄傲什么？我微微一笑，他的眼中立马燃起光亮。我笑着说：“宋先生，如果来这里想订保暖内衣，我很欢迎，其他事情免谈。你说的那些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都不明白你是怎么有脸来找我的。”想起他曾经对我的侮辱，我提醒他，毕竟这种找人谈生意都是下贱的事，这是你亲口说的，我又怎么会上赶着去做呢？宋燕辉急得都快哭了出来。我却没心情看他在我这里表演苦情，直接叫了保安，把他轰了出去。宋燕辉走后，我看着我聘请的职业经理人给我发来的订单信息，笑出声。早在我的服装厂稳定后，我就和朋友合作注册了一家软件公司，不过股东信息中没有显示我的信息。公司经营业务和宋燕辉的基本相同。这2年，我陆续从他公司挖来多名有能力的软件工程师，那些订单也基本被我抢了过来。如今他想找我去帮他谈，那岂不是让我自己抢自己生意？宋燕辉的公司是在2年后申请破产清算的，公司被贴了封条，连办公桌椅都被贷款公司的人给拉走抵债了。而此时，我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。对方是个大学物理学的教授，他也是2婚。听说与前任妻子是和平分手，他留在了国外的物理研究机构，不再回国内，领了绿卡，嫁给了老外。我和他是经朋友介绍认识，他为人木讷又风趣，很矛盾吧？但是当你看见他，和他聊上2句，就会发现这2个词在他身上完美契合。平时我们话并不是很多，他忙于物理研究，我忙于工厂管理。他有假期时，我会挪出时间陪他到处走走，散散心。婚后2年，我怀了孕。丈夫陪我去医院做产检的时候，居然遇到了宋燕辉和孙芊芊。他们跟着一辆救护转运车，边哭边跑。车上躺在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，浑身是血。转运车直冲抢救室，
待手术室门关上后，两个人瘫在门口嚎啕大哭。我做完检查下来，听到有人在讨论，说有一个5、6岁的小男孩从楼上掉下来，被送来医院，可惜的是没抢救过来。脑海中突然想到宋彦辉夫妻俩推着那个小男孩跑的那一幕，会是他们的孩子吗？直到后来，我才听说事情完整经过。听说孙芊芊和宋彦辉他妈麻将成瘾，为了出去麻将，把2个小孩子反锁在家里。家里没什么吃的，下午小孩子饿得受不了，就想找妈妈，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小男孩想起看过的电视，可以顺着窗外的树滑到1楼，他也想这么做。宋彦辉家在4楼，窗外不远处刚好有一棵大树。小女孩搬凳子，小男孩爬到窗户上，结果脚下打滑，从阳台直接掉了下去。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，探出半个身子，哭着叫着哥哥哥哥，这才引起楼下人的注意。邻居报警撬开了门，大家这才发现掉在后面绿化带里的小男孩，于是赶紧打电话叫了120，又通知宋彦辉他们夫妻俩。听后我惊得半天都没说出话，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被他们一家葬送了。想起2个孩子出生时的风光，如今的结局让人忍不住悲叹。再后来，宋彦辉和孙芊芊离婚了，女儿抚养权归宋彦辉。自儿子死后，孙芊芊已经进入半痴半傻状态，时不时就要找儿子。宋彦辉他妈直接被他赶出家门，永远不许再回来。他就去找了那个老相好，结果被人家儿女知道了，儿女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。2个人偷偷去酒店，被老男人的女儿当场抓了现行。宋彦辉他妈的衣服被丢到酒店楼下，最后是酒店工作人员找了2件客户丢在房间的衣服给他穿，他才能走回家。这件事后，听说他走了，至于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。约莫2年后，我在街上偶然见过宋彦辉一次。那时丈夫抱着女儿，我挽着丈夫手臂，准备去商场给女儿买点用品，迎面碰上宋彦辉。他嘴张了张，想和我打招呼，但我继续和丈夫说这话，时不时逗逗女儿，看都没看他一眼。身后似乎传来呜咽声，但听不真切，因为被女儿咯咯咯的笑声盖住了。我不会回头，因为我的幸福生活在前面。全文完。